我嫁给了我的青梅竹马，他的心上人却不是我。后来，我长达数十年的暗恋落下帷幕，少年时的心上人终成了现在的枕边人。你和小英不是今天领证吗？是啊，那边人少，没等多久就领到了。别看了，风琪没来。小英怎么没来？你是不是跟她闹别扭了？结婚证呢？风琪说实验项目要推进度，这几天都住实验室。结婚证落他车上了。结婚证刚领都能忘，让你跟小英结婚也是看在你们一起长大。可是风琪又不喜欢我。柳微若，你是不是傻？感情是培养出来的，你懂不懂？妈，风琪有心上人，他不喜欢我。你这也没发烧啊，怎么还说起胡话了？总之，你们不能因为他的心上人没回国，就把我塞给他呀。放心吧，这些年小英一直都洁身自好，奔3的人了，恋爱都没谈过。风琪，你不是去实验室了吗？小英来啦。妈，这是给您和爸买的东西。刚去实验室请了2天假，回家没看到若若，我猜她是回您这儿了，就过来了。来就来，带什么东西？喏，我跟若若话也说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回去吧。那妈，我就先带若若去吃饭了，有空来看你。上车吧。你怎么请假了？你回去应该告诉我，你一个人回去，妈肯定会担心我们闹了什么矛盾。你不在家，我也不熟悉新家，我不想一个人待那儿。怎么了？既然娶了你，我就会尽职尽责做好一个丈夫。其实，如果你想，我们的关系可以随时结束的。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。我父母很喜欢你，你跟我也合适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折腾。小哥哥，能加个微信吗？小妹妹，你哥哥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他不是已婚，带老婆出来吃饭。抱歉。尝尝。风琪，你能别对我这么好吗？什么？如果你实在不想跟我结婚，一开始就该说出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说好了，5年之后等我回来，你就娶我。不是不想结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多想。这家火锅真辣。柳絮说这家川味火锅特别正，我以为……我生理期没胃口。那我们先回家吧。走吧，若若。圆圆，我今天和风琪领证了。和谁？这都几点了？你不会刚睡醒吧？是风琪。等等，你说的是那个风家的风琪吗？对，就是你想的那个风家的那个风琪。哇靠，这个世界太玄幻了！柳微若，你出息了，嫁了全南安女人都想嫁的人啊！我喜欢风琪好多年了。你认识风琪很多年了？妈呀，柳微若，你什么家庭啊？认识风琪？重点难道不是我喜欢他吗？哦，等会儿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让你不惜抛下我去大洋彼岸求学的竹马哥哥。是，那嫁给他不正好帮你圆梦了？霸道总裁小娇妻，不对，霸道科学家小娇妻，想想就带劲儿。可是，他好像是我堂姐的前男友，次姐，我连在小说里都不敢这么写啊。所以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姐交代。交代啥呀？你一没偷二没抢，光明正大的领证，你怕什么前女友啊？
你说男人是不是永远忘不了白月光？不是说前任一哭现任必输吗？我哪知道？哎，柳微若，我咋觉得你今天神经兮兮的？你平时才不会这么多愁善感，你不是纯理工科直女吗？我也觉得我今天那突如其来的情绪怪怪的。你就不要怕，风奇和柳絮都过去5年了，你自己的合法老公你怂啥？跟柳絮比你又不差哪儿，青梅竹马的情分还摆在那儿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兔子专吃窝边草，咱姐妹俩王者出击就完事儿了。知道了。别怕，婚姻是你们俩的事儿，白月光算个啥？和喜欢了很久的人结婚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就像是小时候看到商场橱窗里摆着精致漂亮的一个洋娃娃，很喜欢却又买不到，只能每天特意跑到商场看一眼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看了好久。某一天，商场的工作人员却把娃娃拿出来送给你，宣布以后这个娃娃都是你的了。第一反应自然是喜出望外，可后来就会生出一种不真实感，接着就会害怕别人也喜欢这个娃娃，害怕会把娃娃弄丢。得到后再失去，远比从未得到过更让人痛心。别怕，婚姻是你们俩的事儿，白月光算个啥？怎么了？我给你做了碗面，你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，我怕你饿着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吃。你不吃吗？我生理期嘛，没胃口。张嘴。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是不是生理期发热了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我觉得你可能是体内的交感神经以及副交感神经调节异常，导致毛细血管扩张，从而出现身体发热。那我睡一觉应该就好了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我突然想起，如果生理期期间受到病毒侵袭，导致上呼吸道感染，也会造成发热。不用了。哎，瞎搅吗？这是？吃完别忘了去洗漱。风奇，你学过吗？辛某方还是蓝某翔？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我闺蜜叫我陪她去看婚纱，她下个月结婚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都答应了给我闺蜜做伴娘，现在倒好，我比她还早结婚。你们在哪儿见面？需要我送你吗？就在南岸一中后面的刘记鱼丸面，我自己开车去就好了。晚上去爸妈那儿吃饭吧，他们念叨你好久了。好。柳微若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婶子，老样子，2碗鱼丸拉面。老实交代，你和风奇是什么情况？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伦敦下着小雨，我写完论文，拿出手机点了份外卖。说重点，重点就是我点完外卖，我妈给我打了个视频，让我毕业回国之后跟风奇结婚，然后呢就没了。柳微若，你答应了给我做伴娘的，背着我结婚也就算了，我上哪儿找新伴娘？要不这个，这是我小时候的玩伴，后来他爸妈离婚，他就搬家了。那你记得跟他说一声，约个时间见面吧。好。一眨眼，你和李子君都要结婚了，想当初你们要去操场散个步，都需要我打掩护呢。我跟李子君经历过生死，懂吗？你是不知道那个定齐王朝的摄政王多吓人。又说胡话了，姐妹，你这闪婚速度比我写的小说还离谱，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暗恋他很多年了？
果然如此。走，去哪儿？带你去个地方，提前感受一下当新娘。柳小姐身段高挑，其实更加适合鱼尾裙摆。我其实更喜欢缎面拖尾的婚纱，只是这套太好看了，忍不住多看了2眼。不知道柳小姐有没有男朋友？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随时找我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您叫我风太太就好。一会儿柳云渊出来，可就有2个柳小姐。风，微若，你看怎么样？真的非常适合你啊，渊渊。好，我等你。风琪等会儿来接我。好你个柳微若。这位是工作室的老板娘池新韵。风琪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池小姐。没想到我还是来了南安吧？确实出乎意料。可以聊聊吗？去吧。你确定你家风先生的前女友只有柳絮吗？我怎么看着这池什么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！走吧，若若。你朋友的婚礼我缺套正装，在他那边看了，留个联系方式，他会把成衣送到家里来。我也订做了礼服，留了地址。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吃醋吗？我没有。还记得梁淑一吧？池新玉暗恋他8年了，他看到我激动，是想套梁淑一的消息。我告诉他，我和梁淑一大半年没见了。这个解释满意吗，风太太？池小姐气质出众，才华横溢，居然也会暗恋8年求而不得。若若，这世上最不稀奇的便是求而不得的暗恋。风琪，快尝尝我新做的黄油曲奇。若若，你确定这是黄油曲奇？是的，可能有点焦，但绝对不会影响口味。好吃。都是你的，没人跟你抢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就收拾。多大的人了，霍霍我的样子跟小时候没区别。我小时候怎么你了？你2岁的时候尿了我一身，4岁非要带我去打鸟，结果把石头弹到了我脸上。7岁偷偷往你爸茶里放醋，结果爸把那杯茶端给了我。那杯茶害我拉了2天肚子。哎呀！小柳追夫第1试失败，鼓励他，给他提供情绪价值，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同时在他面前展现你柔弱的一面，你就是他的小娇妻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不打扰，有事进来说。第1招，鼓励他，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算出来的。谢谢，不过已经算完了。第2招，提供情绪价值。风琪，我觉得你特别棒。从小我妈老爱在我耳边夸你，说你懂礼貌，脑子好，总之就像是无所不能吧。
无所不能，我也不是无所不能。我接个电话。嗯。柳微若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你似乎刚结婚2个多月吧？哪有刚结婚就搬回娘家住的？妈，风奇他出差了嘛，我一个人住那边多没意思。进来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好漂亮，爸还挺浪漫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拿走！小英秀恩爱都秀到我这儿来了。是风奇？看来你们感情进展的不错啊。妈，这真是风奇送的？不然呢？你爸可没这浪漫细胞。卡片在花里，自己找找。我都说了，小英那小子从小就暗恋你吧？从小暗恋我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风奇那孩子从小就偷偷看你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小英去新加坡比赛，还问我你喜欢什么，说要给你带纪念品。别哭了，我给你带纪念品。真的？真的。给。嘿嘿嘿嘿。柳小姐，上次的事是我唐突了。风奇跟我说了，其实我也认识梁淑仪。你和风奇哥是青梅竹马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我要不要告诉他梁淑仪已经结婚了，说不定孩子都有了。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等在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，我就跟他回北安了。恭喜啊！我现在的男朋友喜欢我很久了，我却一直不知道，还以为他是个花心浪子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也许就是这样，他喜欢你，你却以为他爱着别人。是啊，小说里那么多的错过就是这么来的。如果柳媛媛缺伴娘的话，可以找我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有需要电话联系我。好，拜拜。好闺蜜10万火急，好闺蜜，我也10万火急，我是真的10万火急。你给我介绍的那个伴娘跑了，梁淑一跑了？对，就刚才说家里有急事儿，人直接飞国外了，我上哪儿再找个伴娘去啊？别急，石新韵说她可以顶上苏日涅的老板娘，她肯，她主动提的。行，迟总就迟总，好歹是救场了。那你呢？你那边什么10万火急？风奇说婚礼后带我去伦敦度假1周。等陪你参加完婚礼，我们去伦敦玩1周吧。我订好机票了。伦敦？组长批了我1周的假，我想着带你出去散散心。为什么是伦敦？我2年没回去了，想回去看看。而且你在伦敦也待过5年，不想回去看看吗？想。伦敦度蜜月啊，可以啊，柳微若。不是蜜月，圆圆，柳絮在伦敦。什么？柳絮？你那个堂姐，她怎么在伦敦？风奇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，但我昨天刷到她朋友圈，定位就是伦敦。我害怕，我怕见到她。你怕什么？你现在是风奇合法老婆，柳絮都是过去式了，5年了。可是他们有过5年之约，5年之后等我回来，柳絮在伦敦，风奇偏偏这时候要回去。柳微若，听着，你就该去，大大方方的去，让柳絮看看现在站在风奇身边的是谁。你怂了，就真输了。柳絮在伦敦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，你也想要 ？Grow out of candies。你从哪里弄的？你可以当做是圣诞老人给我的。毕竟某人12岁那年都依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圣诞老人。你怎么还记得？你以为每年圣诞节那份写着 From Santa 的礼物是谁送的？是不是你？你猜。
是你。下雪了。风奇，你还记得3年前也是这样的雪天吗？3年前的圣诞节我也还没回国，那年的雪下的可比这大多了。柳媛媛还有她男朋友李子敬都来了伦敦陪我玩。早知道你也在伦敦，就叫你一起吃饭了。没在伦敦，去了佛罗伦萨。我本来也要去佛罗伦萨的，因为一些事儿走不开，就没去成。我是受邀去参加你姐姐毕业典礼，没想到你爸妈也在。万年不发朋友圈的风奇居然更新了。柳絮，若若，你和小齐哥在一起？南安下雪了，在伦敦，那见个面吧，聊聊。正好风奇也在，都一起聊聊吧。当着小齐哥的面不好，20分钟，我们酒店门口见。那就见见。你和小齐哥是怎么回事？结婚了。既然是家里安排的，你也不喜欢他，你们能不能离婚？怎么不上楼？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聊吧，我也听听。小齐哥，你和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家里安排，结婚了。可是当初我们约好了，我学成归来你就娶我。我没有和你约定过。那你和他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和他结婚了？她有名字，是风太太柳微若，也是你的堂妹。既然你知道她是我的堂妹，你怎么好意思招惹完我再招惹她？我想你误会了。6年前，你故意在我面前说若若有心上人，明里暗里不希望我做棒打鸳鸯的事，暗示我你是唯一的联姻人选。我觉得风家总要和柳家联姻的，我并不爱在这些琐事上花费时间。如果我父母需要我娶你，我不能也没法拒绝。但是现在家里给我安排的是若若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这桩婚姻双方家庭都很满意，我也没有离婚的想法。如果我之前的行为让你误会了，那我给你道个歉。柳微若，你一直都知道我喜欢风奇。我15岁那年，父母双亡，我被接到了南安柳家。寄人篱下的感觉把我压得喘不过气，我那段日子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不欠柳家什么，我成年以后就离开了柳家，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我也从来没有回去过。柳微若，你出身比我好太多了，所以你可以因为一句父母安排就嫁给风奇，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自己努力才能达到风奇的高度。我一直什么都让着你，可是现在谁来替我的6年买单？柳絮，你这样说话是不是太对不起我爸妈了一些？大伯父大伯母去世之后，我父母把你从乡下接到我家，担心你跟不上学习进度，送你去贵族学校。你说想学画，爸妈没有说过一个不字。后来你出国进修，他们担心你钱不够花，月月往你的卡里打钱。你敢说这钱你1分都没花过？所以你就觉得我活该欠你们的吗？你就觉得风奇娶你是理所应当？你除了家世哪里配得上他？他的家世也是他的资本，大可不必说什么除了家世。我等了你6年，风奇，我等了你6年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一句轻飘飘的家世就能否定我6年的时间？女孩子的青春最不值钱。这6年的时间，你也在提升自己，怎么能是被否定的呢？因为他的犹豫和暧昧不清，我等了他6年，他就一点都不该负责吗？够了！
4年前你在平行市怀孕堕胎，和教授罗贝尔的关系，需要我继续说吗？那是意外。我想申请奖学金，教授却以此为由潜规则了我，我恨极了他，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孩子？3年前我去你的毕业典礼，你还和他举止亲密，给我介绍说他是你的恩师，还是说你患有斯登格尔姆综合征？你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里，对我的妻子大放厥词，不过是因为你还沾了个柳字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我不说话，你就打算任由他这么贬低你？我这不没组织好语言吗？又搞砸了。我追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从来都看不见。柳絮为了配得上你做了那么多努力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在伦敦，一个人，那么大的雪，图书馆冷得要死。6年，我的6年。柳微若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？小樱哥哥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你否定的话，我会当真的。你喝酒了？回答我。如果我说不否定呢？是你先说喜欢我的。我不喜欢生物医学工程，不喜欢伦敦，都看不到太阳，4点就天黑了。我不会做饭，所以上学的时候好想妈妈。我大一的那个 lecturer 叫什么来着？他讲话我听不懂，一个字都听不懂。你有点醉了，若若，洗漱睡觉了好不好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不喜欢这里，但你在这里，所以我就来这里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你说你没有不喜欢我，然后你不理我，你理柳絮，你理池心玉，你跟他聊微信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好好好，以后谁都不理，只理你。那你亲亲我。亲这里。好喜欢你。替以前的小樱说声对不起，没能在4点就天黑的冬天接你下学，没能照顾好你，给你做饭，让你不要想家，没能陪你去图书馆自习，告诉你 lecturer 都讲了什么。但你和现在的风奇还有很久很久的以后。虽然违背生物学规律，但我想永远爱你。小樱哥哥，我是若若，齐阿姨让我给你送点水果。小樱哥哥，进来吧。ICHO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Olympiad 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。说了你也不懂，我要继续做题了。那小樱哥哥再见，
注意休息。我是不是伤到他了？小鹰哥哥，我知道那是什么啦 ，International Chemistry Olympiad， 就是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。小鹰哥哥，我很聪明的。不错。那小鹰哥哥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走啦。吴老师早，李学长照上好，我来找风学长，给你们带了点三明治。小若若来了，小心别碰到实验器材和化学试剂。谁让你来的？不知道实验室不能吃东西吗？齐阿姨让我看看你，说你有2个月没回家了，怕你照顾不好自己。那你现在看到了，我很好。小鹰哥哥别生气了。行了，快走吧。风奇，你对小学妹什么态度呢？咱们学校本就男多女少，难得有个小若若这么漂亮的，也就你还把她往外赶，她除了会添乱还会干什么？我看你很乐意给她收拾烂摊子，该配眼镜了。某些人啊，口是心非哦。若若已经2周没来找我了，我还是请个假去看看。我是风奇。你好，我叫柳絮。阿细是谁呀？婶婶，她说她叫风奇。小音，你回来啦？我来找柳微若，她拿了我的书。不好意思啊，小音，若若不在家，要不你去她书房找找。她去哪里了？她报了补习班，可能在补课呢。不用带路了，我知道她房间在哪儿。小齐哥，你能来一下吗？关于若若的事。好。我那天听婶婶和齐阿姨说，柳家和风家要联姻，我有点担心若若，她被叔叔婶婶宠坏了，未必会听从家里的安排。联姻这种事，柳家的长辈自然会安排，不是我该插手的。小齐哥大概不知道吧？若若有喜欢的男孩子，我担心她会太任性，不肯嫁给你。那说好了，5年之后等我回来，你就娶我。他刚才说若若有喜欢的男孩子了，我是不是把他推远了？小齐哥。伯母，小齐哥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昨天他说联姻的事不一定要若若。小音要是愿意考虑你，伯母当然高兴啊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等他读完书回来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我睡着了。刘微若，你别跑，把围巾还我！没事吧？谢谢。刘微若，你看到没？看到什么？就是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、气宇轩昂、帅到人神共愤。就算是第2个木村拓哉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啊，这个鬼要追上来了！不怕不怕，只要我在被子里，鬼就追不上我。我新学的，快尝尝。还行，下次别放那么多酱油。新婚后忙了3个月，小姑娘没要世纪婚礼，也没要甜蜜蜜月，不如带她去伦敦转转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若若，那你和他离婚好不好？旭姐姐，对不起。照片上的这个美女不就是我本人吗？这张照片是哪儿来的？老实交代，坦白从严，抗拒更严。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，
有个周末你去上补习班了，不在家，我去你书房找我借你的那本书，就看到了。你什么时候借给我书了？我也记不太清了。你高中那会儿都不理我。哎，小英哥哥，你不会那会儿就看上我了吧？你那会儿才多大，我哪敢有什么想法？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你先说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图谋不轨的？就很久以前啊，一直都喜欢你。我知道风太太很喜欢我。风起，你套我话！你现在快回答我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不告诉你，饿死了，我要去吃点东西。我叫柳桃香，父母在进城路上车祸身亡，肇事司机逃逸，我成了孤儿。靠着整理遗物时翻出的一张纸条，我才知道，远在全国第1大城市的南安，我还有亲戚。刘小姐到了。是桃香吧？快下车吧。婶婶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婶婶。明明我死去的母亲比她大不了几岁，脸上却布满风霜。我们就像2个世界的人。哎，乖孩子，受苦了。若若，来，这是你堂姐桃香，以后你们就在一所学校上学了。你好，我叫柳卫若。你好。柳家是南安有名的世家，而我父亲只是刘老爷子下乡喝酒糊涂后留下的私生子。若若就是这个性子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到了南安，一切重新开始。我给你改个名，以后你就叫柳絮吧，好吗？谢谢婶婶，我以后就叫柳絮了。若若，明天周6，我们一起去逛街吗？不了，我明天有化学补习。在这个家里，即使叔叔婶婶表面对我好，也总是带着客气，而柳卫若大概永远都不会正眼看我这个乡下来财的穷亲戚。哎呦，柳太太，你家这个侄女倒是乖巧得很呐。这群人只会拿我当丫鬟使唤，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。阿旭，去开个门。你好，我是风奇。风奇，就像阳春3月吹过梨花的微风，温柔又缱绻。你是若若的好朋友吗？从小认识。他平时很少提朋友，你们……书在那儿，我拿走了，谢谢。若若，我今天看见他了，感觉好眼熟。他叫风奇，就住在对面那栋。他超级厉害的，高2就拿了奥林匹克化学金牌。我从没见过柳卫若这副模样。从他的口中，我得知风家是南安世家，风奇的妈妈是知名画家的女儿，他们是真正的青梅竹马。这种机会本也可以属于我。我要转学学画，我要成为风伯母喜欢的那种人。柳絮是个好名字。老夫人，这我不能要。老爷子下乡那会儿，我和他就已经订婚了，所以你爹就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。以前的事儿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代表你就可以得寸进尺。你想嫁进风家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没有。镯子你拿着，好好提醒自己，金子比不上玉，见不得光的东西永远上不了台面。见过刘老夫人后，我再也不想柳家的1分钱。为了在巴黎活下来，为了拿到奖学金成为画家，我心照不宣地接受了美院教授罗贝尔的潜规则。我没想到会怀孕，而有家室的罗贝尔只是轻蔑地甩给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处理。为了名声，我只能偷偷回国处理掉这个孩子。我只有成为最棒的画家，有了名声，才能堂堂正正嫁给风奇。毕业几年，我终于小有名气，可就在今天，我竟然在朋友圈看到风奇发了柳卫若的侧脸照片，他们定位在伦敦，他们结婚了。好在风奇看着对他没什么感情的样子，可能是担心我会冷，
他甚至还叫我去房间坐着聊，但我高兴得太早了。也不知道是哪句话惹了风奇，他毫不留情地说出了我和罗贝尔的那些事。柳微若眼里的震惊也不是假的，说明向风奇告密的人并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是谁一手毁了我的美梦？我在冰岛采风，只是微信上发了个红包，表达我对侄子的一点心意。采风是借口，我是在躲着他们。我拼命想成为人上人，想摆脱我爹带给我的不见光的身份。为此我甚至不惜搭上我的身体，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后悔吗？也许吧。在我住进柳家，被寄人篱下的感觉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，我遇见了风奇。他美好的是3月底的风，拂面便是醉人心弦。其实仔细想来，他也没与我说过几句话，仅有的也只是面上的客套罢了。但是溺水的人不会管抓到的是树叶还是浮木。我没错，喜欢风奇也没有错，他始终是我心里最绚烂的花石。我叫柳微若，生在南安，长在南安。柳家是南安数得上的世家，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，从小被爸妈捧在掌心里长大。所有人都觉得我该是肆意张扬、无忧无虑的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整个兵荒马乱的青春都在追着一个人的背影跑。那个人叫风奇，住在我家对面，是我从小跟到大的小英哥哥，也是我藏了快20年的心事。或许是2岁时我尿了他一身，他皱着眉却没把我推开；或许是4岁时我拿弹弓打鸟，石头却砸在了他脸上，他也只是无奈地揉了揉我的头发；又或许是他坐在书房里解那些我看都看不懂的物理题时，午后的阳光落在他清俊的侧脸上，那一刻我心里就住进了一个再也赶不掉的人。为了能离他近一点，我拼了命地读书，那是我根本不喜欢的领域，密密麻麻的公式和枯燥的实验曾让我无数个深夜在图书馆里崩溃。后来我远赴伦敦求学，旁人都说是柳家小姐要去闯一番天地，只有我自己清楚，我只是想追上她的脚步，依旧在伦敦阴雨天的4点黑夜里，默默看着她的朋友圈，把那份喜欢藏得严严实实。15岁那年，家里来了个姐姐，她刚来时怯生生的，手指总是攥着衣角，连说话都细声细气。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层说不清的东西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层东西是风奇。5年之后，等我回来，你就娶我。那一瞬间，我所有的勇气都碎成了齑粉。领证那天人很少，红本本拿到手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半分喜悦，只觉得空落落的。我跟我妈说结婚证落她车上了，其实我只是不敢拿出来看，不敢相信我真的嫁给了他。他会自然地叫我爸妈爸妈，会在火锅店替我挡掉搭讪的女孩，会把调好的蘸料放在我面前。可他带我去吃的是柳絮说正宗的川味火锅，他不知道我不能吃辣，不知道我生理期没胃口，更不知道我喜欢了他快20年。要是你想，我们的关系随时可以结束，不是我不爱，是我太怕了，怕这份偷来的幸福随时会被原主人收回去，怕他对我的好只是出于责任，不是喜欢。你和他离婚。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的5年之约，你做的那些事，我全都知道。他从来没有答应过柳絮的5年之约，他留在原地，从来不是等柳絮回来，而是等我这个笨笨的跟屁虫能回头看看，他一直都在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不否定。对不起，没能在伦敦4点就天黑的冬天接你下学，没能照顾着想家的你，没能早点接住你藏了这么多年的喜欢。我哭了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，不是难过，是庆幸。庆幸我追了20年的背影，终于转过身走向了我。我叫柳微若，微若柳絮因风起。原来这句话从爸妈给我们取名字的那天起，写的就是我和风起的故事，从来都不是别人。居然真的有了！喂，哥哥，我想吃菱枣了。好，我这就去买，你在家乖乖等我。
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小琪回来了啊！若若现在怀着孕，零食可得少吃，没收了。妈，您刚刚说谁怀孕了？废话，当然是若若啊！你不知道？风奇，我好无聊啊！我好无聊啊！我好无聊。知道了，明天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谁啊？亲我一口就告诉你。表弟妹跟你年纪差不多，好像8、9年前你们见过吧？要是随淮北那边，我得叫你一声嫂子，但你好像比我小1岁，不介意的话，我叫你若若吧。没事的，我也叫你婉婉好了。确实是个明艳的美女。你想摸一下吗？快9个月了。怀孕很难受吗？若若，等你生完孩子，告诉我疼不疼，我再考虑要不要生。我倒还好，没有孕吐啊之类的。哎，你和淮北结婚了吗？结了啊，有4年了吧？4年，一直没生是因为我还在读书，淮北舍不得让我折腾。没有，就是挺惊讶你居然结婚的这么早。肚子好痛。若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要生了？风奇哥，你快回来，若若要生了。若若，别急，我回来了。风奇，你去次卧把蓝色的那个待产包拿上。婉婉，麻烦你给我妈和婆婆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直接去医院。若若，感觉怎么样？想睡觉。好，书上说最好是侧躺着睡，我扶你。风奇，你是不是哭了？我太开心了，若若，这几个月以来你辛苦了，谢谢你。若若，为什么宝宝叫风铃啊？因为我怀着他的时候可爱吃菱角了。若若，我最近爱冰刀采风，不打算回国。听说你生了个女儿，恭喜你们啊！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。谁啊？我堂姐柳絮。哦，就是那个之前……什么？我家里开医院的，大概4、5年前他去我家医院做人流，然后你就拍了照片寄给风奇，我以为是风奇哥干的，就在淮北耳边提了一嘴。婉婉，你还记得我生孩子之前你说的吗？现在我回答你，生孩子没那么疼。看到玲玲之后，我就决定生孩子了，软乎乎的宝宝太可爱了。有的人啊，结婚早有什么用啊？我在冰岛的第3个冬天，终于等来了一场持续20小时的极光大爆发。Once you see the northern lights, you just make peace with everything in your life. 我握着温热的马克杯，忽然就笑了，眼泪毫无预兆地砸在杯壁上。和解这2个字，我花了快30年，才终于读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最初来冰岛是逃，从伦敦酒店那场狼狈不堪的对峙里逃出来，从南安的是非里逃出来。刚到这里的半年，我过得像一具行尸走肉。白天把自己关在民宿的房间里画画，画布上永远是千篇一律的梨花。夜里就坐在窗边等极光，可冰岛的风雪总比极光来得勤。我常常对着一片漆黑的旷野，一坐就是一整晚。我还是恨刘老夫人那句见不得光的东西永远上不了台面，恨柳微若生来就拥有的一切，恨风奇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，更恨我拼尽全力还是没能抓住那根我以为能救我出泥潭的浮草。直到那年春天，我在雷克雅维格的画廊办了一场小型画展，展出的全是我画的题花。你画的这些花没有根，你画的每一片花瓣都在讨好，都在害怕。你根本不是在画花，你是在画你心里求而不得的东西。那天我在空无一人的画廊里站了整整3个小时，我一幅一幅的看过去，终于看清了画布上的自己。
那个15岁站在柳家别墅门口，攥着衣角手足无措的女孩，那个把风奇的证件照撕下来夹在书里，偷偷看了无数遍的女孩，那个对着刘老夫人的羞辱攥紧了镯子不敢说一句反驳的话的女孩，那个在伦敦酒店里用6年青春当筹码歇斯底里的质问柳微若谁来替我的6年买单的女孩。我一直以为我执念的是风奇，可直到那天我才明白，我从来没有爱过风奇，我爱的是他身上那种被坚定选择、被好好爱着、生来就站在光里的人生。那是我从出生起就从未拥有过的东西。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，在寄人篱下的自卑里，在身份带来的屈辱里，在对未来的恐惧里拼命挣扎。我错了，浮木救不了溺水的人，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。我烧掉了所有画梨花的画布，我开始背着画板往荒原里走，去拍黑沙滩的浪，去画瓦德纳冰川的蓝冰，去记录极光在天幕上的每一次舒展。我不再想着要向谁证明我比柳微若更配得上站在光里，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画。我总说柳家欠我的，可我忘了叔叔婶婶把我接到南安，送我上学，请最好的老师，月月打钱从未断过。我总说柳微若占尽了家世的便宜，可我忘了她为了追上风奇熬了多少个通宵，她也有藏了20年的小心翼翼的喜欢。我总说风奇给了我错觉，可我比谁都清楚，他从未给过我承诺，是我故意撒谎，是我把不幸归咎于别人。我给柳家的婶婶打了个电话，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我积攒了10几年的情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。阿旭，你在那边冷不冷？吃得惯吗？对不起，当年我不懂事，极度懦弱，说了很多违心的话，做了很多错事。傻孩子，我们从来都没怪过你，我们知道你心里苦。今年夏天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父母的坟在村后的山坡上，长满了青草。我拔了草，给他们磕了3个头。爸妈，我去了很多国家，看了很多风景，我现在靠画画能养活自己了。我终于不再害怕别人说我是私生子，我终于接纳了自己。无论是柳桃香还是柳絮，都是我。刘老夫人说的没错，金子确实比不上玉，可玉有玉的温润，金有金的分量。我可以做一块在旷野里被风打磨过的金子，我的光不用靠任何人给，我自己就能亮。现在的我在冰岛有了一间自己的小画室，我的画被欧洲的画廊看中，办了巡回展。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，他是个摄影师，陪着我走遍了冰岛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些被我忽略了10几年的温暖，终于在我和自己和解之后，一点点回到了我的生命里。我画了一幅新画，画的是南安的春天，漫天的柳絮随风而起，是自由的、舒展的，落在梨花树上，落在阳光下。我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字，叫归处。原来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翻山越岭，不是奔赴远方，而是和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握手言和，是好好的往前走。冰岛的极光还在天幕上翻涌，我身边的爱人握住了我的手，我知道我的春天终于来了。